他就说雅文你怎么知道上帝会怎么做呢？你如果继续祷告你至少还有50%的机会。你如果都不祷告，你就是什么机会都没有那你为什么现在就要放弃？我想一想，其实他讲的话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所以我觉得来自于人的安慰呢，就是给我一个继续祷告的盼望。但是来自于这首歌，来自于神的爱给我的感动，就是上帝不断的在告诉我，好像他知道我很辛苦，但是他告诉我，我的恩典够你用。大家好，欢迎收看老赵爱音乐，触动新乐章，感动新力量。我是雅文，我是赵成，老赵的赵。谢谢大家一直都有一个回复，希望能够知道我们拉的琴跟拉的那个谱。如果你真的需要谱的话，那你喜欢的是哪一首啊？可不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跟我们的小编，我们会跟你联络。我们会想办法。是，我们会想办法。好。对，那其实呢，每一次在节目的里面呢，都很想要用音乐，还有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经历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回想我们刚刚进到教会的时候，特别有一首歌，对不对？对，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有故事性，对吧？每次踏入教会，常常在敬拜诗歌的里面，我们就好像被 touch， 然后有时候甚至于哭的不知道卫生纸都用不够这样，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哭。为什么哭？反正就是我觉得音乐的力量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他带着爱的时候，当他碰及到你，那个哭不是哀伤，就是觉得你是在把一些重担放下。所以呢，我记得那时候教会常常一下就是坐满了人，一下都常常坐满人。那我们初期的时候就是。你看我们教会旁边也没有什么停车，你就是要放远一点，然后再过来。但是我们家不行，因为我们家的小孩不会走路，所以呢，通常呢，我们会先带永金，就是老大，先下车，然后我去停车，再把义华抱过来。那一天就是好像门一打开，从教会里面就传出一个音乐是。其实那首诗歌是没听过，那首诗歌当下一听就觉得，这是什么歌啊？从来没有听过，原来这是新创的一首诗歌，在当时，那这首歌叫做《你的恩典够我用》。那这首歌，当我带着孩子，然后走进这个会堂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坐下来，我就泪流满面。那因为当时呢，其实心里面有一种感受，就一直也没有说出来啦。因为其实像我们有障碍的孩子，有爱妻儿，当我们信主之后，其实做父母的第一个反应一定都会是，耶稣不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医治病人的这些神迹奇事都描绘在圣经里面吗？对，他医治瘸腿的他医治瞎眼的还有什么大麻风的啦，这些就是耶稣死掉的啊，对，充满了怜悯，所以医治了很多的病人。所以其实对我们两个人来讲，我们都非常渴望这种神迹要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那可是呢，就有一天我就听到一个跟我一样也是爱妻儿的母亲我们就在聊天就不经意的。这个妈妈就讲了一句话，她就说：“你知道吗？其实哪一个教会？她说我知道有一些牧师，他们也生下这样的孩子其实人家讲这句话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一听到我就心里面就砰，好像
凉了一大截，然后所有的盼望好像都没有了哈。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啊，我们总是这样觉得嘛，对不对？我们觉得牧师靠近上帝比较近啊，对，他都对他没有很好，那我们对，我们就觉得说，那这样子算了，掰堆嘛，掰不掉，就是根本就不用再祷告了，因为上帝如果都让牧师会生下这样的小孩，然后他的小孩也没有得医治，那我们这样的祷告有什么用？好，所以我心里面就凉了，然后就失去所有的盼望，然后就觉得再也不用祷告了。对。然后当那一天那个诗歌，其实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一直哭啊。他进去第一句他听到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哦，你看多催泪。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就是好像上帝并不是告诉我说我会医治你的孩子，其实上帝没有这样讲，但是他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我那个很复杂的心情呢，后来就讲给小组长听啊。其实我觉得小组长的工作挺辛苦的，因为组员有各种疑难杂症，都会跟小组长讲。那我就跟他说：“你看，这样有什么指望啊？哈，听说牧师也会生下这样的小孩。”结果我们这个小组长虽然他没有这样的孩子哦，但是他回答也很妙，他就说：“雅文啊，你怎么知道上帝会怎么做呢？啊，你如果继续祷告。”你至少还有50%的机会。你如果都不祷告，你就是什么机会都没有哎。那你为什么现在就要放弃？我想一想，其实，他讲的话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所以，我觉得来自于人的安慰呢，就是给我一个继续祷告的盼望。但是来自于这首歌，来自于神的爱给我的感动，就是上帝不断的在告诉我，好像他知道我很辛苦，但是他告诉我，我的恩典够你用。对，所以我想其实对啊，其实20几年来，验证这一句话，他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今天我们要不要来演奏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你的恩典够我用。